作为一个10几年的资深 Mac 用户，我用过太多的效率软件，感觉太阳底下已经没有新鲜事了。结果最近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免费开源神器，真的又让我开了眼。想知道这个神器是啥？欢迎来到 Phone Talks， 我们马上揭晓。我新发现的这个神器叫 Hammer Spoon， 名字确实有点怪，它把 macOS 系统的各种功能包装成了 Lua 脚本语言的接口，你可以简单的通过写脚本的方式就能使用 Mac 的核心功能。想必听到这里你就明白了，基于它的原理，可以说它是有无限的功能，只要是你能想到的那些常用收费效率软件能做到的，它基本都能做到。当然你可能会问，我又不会写代码，更别说是 Lua 这种完全没听过的东西了。其实这完全不是问题， Hammer Spoon 提供很多网友写好的功能，供所有人自由的下载使用。你也可以把你想要的功能告诉 ChatGPT 或者 Grok， 再把他们帮你写好的代码复制到 Hammer Spoon 里就可以用起来了。我就是这么做的。下面来看2个具体的例子。我女儿前段时间在用她的 MacBook 做作业的时候，经常会静音之后偷偷玩游戏或者看 YouTube。在路由器上 block 游戏网站当然是种办法，但是她总会自己 Google 新的 online game 玩。发现了 Hammer Spoon 之后，我想了这么一招，就是 monitor 电脑的音量，一旦音量小于 50%， 就把音量调高到 50%， 这样他就没办法在写作业的时候偷偷玩游戏了。你可能又会问，万一他发现以后关掉怎么办？首先 Hammer Spoon 的 menu bar 和 dock icon 都是可以隐藏的，如果这样都能被他关掉，我好像应该高兴才对吧？我有的时候想要在 demo 一些操作的时候，顺便把在键盘上按到的组合键直接显示在屏幕上，这样可以在录屏的时候直接录下来。收费的 KeyLine 和开源的 Keycaster 都可以做到这件事，不过我们完全不需要安装其他软件， Hammer Spoon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其实像 Size Up 这类在屏幕上排列 App 窗口的工具， Hammer Spoon 也可以轻松胜任，所以这个神器真的是潜力无穷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怎么安装和把它用起来吧。我们来访问 Hammer Spoon 的网站，然后点 Download， 接下来会跳转到 Hammer Spoon 的 GitHub Releases 页面，目前的最新版本是 1.0.0。 我们找到这个 zip 压缩包，点击下载。下载完成之后，我们需要解压这个压缩包，然后把 Hammer Spoon App 拖到 Applications 文件夹，安装就完成了。为了发挥 Hammer Spoon 的全部功能，第一次运行之后，我们还需要给它 Accessibility 的权限。做完这一步之后， Hammer Spoon 的安装和初始设置就完全做好了。Menu bar 上这个用勺子做锤子手柄的图标，就是 Hammer Spoon 的主菜单了。其实 Hammer Spoon 在安装好之后是没有任何额外功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下载我在影片开头提到的几个我写好的功能。我们访问这个地址，这个地址我也会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里。点这里这个绿色的 Code 按钮，然后是 Download Zip。下载之后，我们同样给它解压缩一下。我们新开一个 Finder 窗口，接着按 Command Shift 加 G， 然后输入波浪线斜杠点 Hammer Spoon Enter，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 Hammer Spoon 的设置文件夹。我们回到刚才下载到的那些文件，把其中的 init.volume 下划线 monitor.lua 拖到 Hammer Spoon 的设置文件夹，然后把这个文件的名字改成 init.lua。接着我们点 menu bar 上的 Hammer Spoon 图标，然后 reload config。你每次 reload 的时候， Hammer Spoon 就会尝试去加在 init.lua， 这样我们刚才放进去的代码就生效了。我们现在尝试把系统的音量调小或者静音，你会发现音量马上会被调回到 50%。 如果你想把音量调得更大一些，直接改代码里的数字就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把刚才下载到的其他部分放进去试一下。由于刚才已经有一个 init.lua 了，所以我们这里选择覆盖它。如果你只想用刚才那个自动调节系统音量的功能的话，可以不做接下来的步骤。放好之后，我们需要再 reload config 一次，然后你会发现 menu bar 上多了一个勺子的图标，这就说明你刚才放进去的配置文件生效了。其实 Hammer Spoon 的功能都可以通过热键来调用，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记那么多热键，除非是频繁会用到的功能，所以就用了 menu 这种形式。点击这个勺子的图标之后，
弹出来的菜单里的第一项是用来平滑滚动任何窗口内容的。我有时候需要录制屏幕上一些窗口的内容，但是又不想用鼠标滚动内容的时候看起来卡卡的，这个功能就可以派上用场。不需要用的时候再点一下就可以关掉了。第二项是把目前有焦点的窗口缩放到1920×1080这个尺寸，然后放在屏幕的正中间。你也可以自己改，或者让 ChatGPT 帮你改这个脚本，来达到把窗口放在屏幕左半边或者右半边的功能。第三项在点击之后，每当你按组合键的时候，你按键的内容就会被显示在屏幕的中间了。这里只是展示了我自己目前会用到的几项功能，但就像我在影片开头说的， Hammerspoon 集成了 macOS 的各种功能，可以说是个万能工具。只要是你能想到的功能，都可以尝试在网上找一下，是不是已经有人做好开源出来了，又或者让 ChatGPT 和 DeepSeek 来实现一下。所以 Hammerspoon 不仅仅是工程师的玩具，其实人人都可以用它，相信它很快也会变成你系统里必不可少的常备工具。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如果喜欢这类效率工具的影片，就点个赞，订阅一下，继续关注 Phone Talks 后续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次再见。